假如扶苏继位，秦朝还会二世而亡吗？公元前210年的沙丘行宫，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嬴政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。但宦官赵高与丞相李斯却在遗诏上做了手脚，他们巧妙地将传位扶苏篡改为赐死扶苏。这细微的改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中国2000年的历史轨迹。扶苏，秦始皇的长子，根据史书记载，他性格刚毅勇武，心怀仁爱。他曾随蒙恬驻守北方，修筑长城，抗击匈奴，手握30万边防大军。假如他真的能够回到咸阳继承皇位，秦朝的命运会不会有所改变呢？说到这个话题，我们必须深入了解扶苏此人。扶苏名字取自《诗经》中山有扶苏之意，象征着香草佳木，这也体现了秦始皇对他的殷切希望。扶苏本性仁爱，有着天生的反叛精神。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，他勇敢地站出来反对，因此触怒了秦始皇，被发配至边疆。而扶苏之死犹如晴天霹雳，震动了整个秦朝。后来陈胜吴广揭竿而起，便是以扶苏的名义号召天下。他们说，扶苏贤明却遭奸人陷害，我等岂能坐视不理呢？还是反了吧。而篡位的胡亥荒淫无道，仅仅在位3年，便使得大秦王朝分崩离析了。扶苏以仁爱著称，倘若他能够登基为帝，他很有可能会推行一系列的宽松政策，以缓解社会矛盾。同时，像阿房宫等一些劳民伤财的工程也可能会被暂停或缩小规模，以减轻百姓负担。但是大家需要知道，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是需要克服重重阻力才能得以实施的。更为关键的是扶苏对六国移民的态度。他深知秦朝的统一是建立在六国灭亡的基础之上，所以他很可能会采取更为温和的政策来安抚这些移民。如果扶苏能够真正做到复其社稷，存其宗庙，那么像项羽这样的英雄或许会成为体制内的栋梁之才，而不会再有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的复仇誓言了。可是政治并非儿戏，当那份虚假的诏书传到扶苏手中时，蒙恬曾力劝他说，如果这是骗局，我们手握30万精兵，何不挥师回朝一探究竟呢？可扶苏却泪流满面，恪守着君命难违，父命更难违的臣服观念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我了断。如此低的政治觉悟和城府，倘若让他真的坐上那至高无上的龙椅，又怎能是赵高、李斯等人的对手呢？秦朝的政坛其实很复杂，法家官僚、军工集团、六国遗老一直在明争暗斗。在那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，扶苏未必能够占据上风。扶苏即便有心改革，也势必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。所以即便扶苏能够上位，秦朝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也足以让他焦头烂额。六国贵族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复国，而陈胜吴广等底层百姓也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边缘。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尚能凭借个人的威望压制住这些矛盾，但是一旦换了新君，这些矛盾势必会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。综合来看，即便是扶苏能够顺利继位，也顶多只能为秦朝延续几十年的寿命。他或许能够短暂地缓和社会矛盾，推迟农民起义的爆发，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帝制初期的先天缺陷。秦朝的覆灭实则是其制度自身走向绝境的必然结果，无论皇位上坐着的是谁，都难以逃脱这一命运，区别仅仅在于灭亡时间的早晚罢了。